23号，在仁爱礁临界海域，中国海警舰船对企图向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运送物资的菲方船只采取管控、驱离等措施。那么，对此，国防部发言人吴谦24号回应表示，菲律宾舰船擅闯中国仁爱礁临界海域，完全是菲方挑衅滋事。如果菲方一再挑战中方底线，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决果断措施。23号，菲律宾在上轮运补仅18天之后，违背承诺，再次派出2艘海警船、1艘运补船擅闯中国仁爱礁临近海域，图谋向其非法坐滩军舰实施非正常运补、运送建筑材料，借机侵权挑衅滋事，一意孤行，蓄意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现场非运补船不顾中方多次劝阻警告和航路管制，仍强行冲闯侵入。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实施规制、拦阻、驱离，处置合理合法、专业规范。吴谦24号在答记者问中表示，此次事件完全是由菲方挑衅滋事引发的，中方处置合理合法、专业规范。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中方愿与菲方通过对话谈判妥善解决争议，但菲方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妄图将仁爱礁非法坐滩军舰加固建成永久性设施，中方对此绝不会坐视不管。我们正告菲方停止发表任何可能导致矛盾激化、局势升级的言论，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如果菲方一再挑战中方底线，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坚定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国防部很严肃的、很严重的这个发出警告代表就是说这个仁爱礁的主权的宣示愿意跟菲律宾坐下来商谈解决的一个问题，但菲律宾本身来讲并不愿意坐下来谈，只是用一艘这个搁浅在那里的第2次世界大战的这种战舰那不断的补给，那这个中国是不同意这样的一个做法的。据统计，今年以来，中菲双方在仁爱礁、黄岩岛等海域发生近11次摩擦。本月15号，国防部就已对菲律宾频繁袭扰仁爱礁问题进行了回应，称菲方的行为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其行为严重违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精神。国防部还特别指出，有域外大国参与其中，他们罔顾事实，为非站台背书，挑事生非，妄图搅乱地区局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8号对菲律宾访问期间，就再次对南海问题指手画脚。这是布林肯自菲总统马克思2022年上任后第2次访问该国，也是继不久前美商务部长雷蒙多之后又一位访菲的美国高官。布林肯在会见菲外长马纳罗后的记者会上声称，美菲在南海有着共同的目标，美国对与菲律宾的共同防御条约有着钢铁般的承诺。事实上的菲律宾的这个实力其实我看是不堪一击的，搅乱是可能会有了但事实上能不能真正的在南海里面构成一些威胁我想以现在目前中国大陆的这个实力已经相当坚强了。菲律宾想在这个地方占得便宜的可能性并不高那美国呢，也只能借由这些周边的国家那么来这边搅事。实际上，仁爱礁的主权归属简单清晰，非在仁爱礁坐滩明显侵犯中国主权，但西方媒体过去20多年来一直进行偏颇报道。美方更是不断怂恿、煽动菲律宾维修加固坐滩军舰，甚至频繁派军机、军舰进行所谓自由航行和侦察活动，在南海周边国家进行军事演习和联合巡逻，并动辄以履行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相威胁。分析指，正因为有美专业团队来为菲律宾在南海搅局进行精心策划，菲律宾才显得底气十足。白宫近期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将于4月11号在白宫主持首次美日菲3方领导人峰会，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讨论经济关系和印太安全议题。有报道指出，美日菲领导人会谈的协调工作主要由美国负责，意在推动亚太多边合作，以遏制中国。
实际上，近段时间以来，美日菲三国在南海方向上互动频繁，外界高度关注此次美日菲三边首次领导人峰会是否会宣布成立一个类似美英澳奥库斯或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的安全机制。美日菲啊，但是这个三国的这个除了地缘政治之外，它其实实力上的差距太大了。所以是不是能形成一个比较巩固的这种所谓围堵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小圈圈呢？我想可能性并不大哈。那么只是美国哈，那么不断的在印太地区啊，那么展现它还是有一些盟友哈，可以跟他一起共同那个什么对抗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已。